日常生活中，米饭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，但在做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剩的。你家的剩米饭会怎么处理？是扔掉，还是继续吃？究竟隔夜的米饭可不可以吃呢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好多人都会把隔夜的米饭还有剩菜全部倒掉，这样做会不会太浪费呢？有时候我也会非常纠结这个问题，是吃还是不吃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南方人的主食主要以米饭为主，所以他们一天内可能会煮3次米饭供家人食用。如果喜欢吃主食的，都会多吃一点大米饭，这样会吃得更饱。但家里也会出现大米饭吃不完的情况。关于隔夜饭的安全性，存在一些争议和误解。接下来，小编将揭示这一问题的真相，并为您提供正确的饮食指导。首先，回答关键问题：隔夜饭是否可以吃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米饭它的主要成分是淀粉，淀粉在高温的环境下会发生糊化，等冷却之后又会发生老化，这属于不可逆的现象。如果我们的米饭当天没有吃完，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变成了隔夜饭，即便是我们再次加热，那么它的口感和我们刚蒸出来的新鲜米饭也是不一样的。从外观上来说，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，但是明显的口感呢，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个时候隔夜的米饭往往会发硬，而且变得很黏。到底能不能吃呢？还要看我们保存的环境。如果说我们是冬天的米饭没有吃完，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寒冷，并且保存得当的情况下，大米饭没有发生变质，当然是可以吃的。但是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，这个米饭没有吃完，我们放在锅里边，而且放在一个暖和的地方，顺便把锅盖盖上的情况下，锅里的米饭就特别容易变味。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的时候，米饭没有吃完，当天应该怎么保存呢？没有吃完的米饭，我们可以放在碗里边，千万不要放在塑料或者是泡沫的盒子，一定要选用瓷碗或者是玻璃碗，然后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进冰箱里边进行保存。如果放在了厨房里边，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这个米饭变硬了，发黏了，闻起来有异味了，就不要再去吃它了。虽然说隔夜的米饭和新鲜的米饭口感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的隔夜米饭在没有发生变质的情况下，可以用来做蛋炒饭，配上鸡蛋火腿，这样炒出来的蛋炒饭也是特别的香。不能放常温下保鲜，因为米饭没有发霉、发酸是不完整的答案。在不少人眼中，如果放进冰箱冷藏和冷冻，都会给家里带来不新鲜的气味。但是这样非法被忽视的是，米粒上细菌繁殖才能影响口感和气味，而可靠和拯救冷藏和冷冻全靠密封能力，用塑性材料保护好。很多人以为放置超过1夜的饭才属于隔夜饭，其实一般来说，饭菜放置超过8小时就算隔夜。其实隔夜饭一般面临2大安全隐患，一方面是可能会有微生物繁殖，导致食物变质，另外一方面是其中的亚硝酸盐增加，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，增加致癌风险。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做过一个实验，研究人员将米饭、馒头、根茎类蔬菜、茄果类蔬菜、青菜、肉、红烧茄子、蒜蓉西兰花等放0小时至6小时、24小时、48小时，然后测定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。结果发现米饭、馒头、肉食等放置48小时，并未检出亚硝酸盐，而其他几种蔬菜都检出了亚硝酸盐。放置时间越长，这种物质的含量越高，
不过都没有超过最大限度标准。这么说来，放置在冰箱里的米饭，隔夜之后还是可以吃的。隔夜饭的储存方法：一、储存温度。隔夜米饭的储存温度很重要。一般来说，隔夜米饭应该及时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，这样可以减慢细菌滋生的速度，降低温度。储存温度最好在0摄氏度至5摄氏度之间，避免放在室温下，以免引起细菌滋生。在储存隔夜米饭时，应尽量避免在开放的环境下放置，例如放在餐桌上或者不封闭的容器中。二、储存时间。隔夜米饭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完，如果超过24小时，就要小心食用。因为隔夜米饭的保质期非常短，保存时间过长，就会有发酸、变质等现象，从而影响健康。因此，隔夜米饭最好是在当天晚餐剩余的米饭，或者隔天早餐当作热粥食用，避免存放时间过长。三、避免反复加热。反复加热隔夜米饭不仅会导致营养成分流失，还会增加细菌滋生的可能性，从而对健康造成影响。因此，在加热隔夜米饭时，应该控制好加热的次数和时间，尽量不要重复加热。最好是使用单次加热的方法，例如在热锅中加入适量的水，然后将隔夜米饭放入锅中一起加热，翻炒至米饭受热均匀即可。米饭如何制作才能保证美味？大米饭也衍生了许多其他的食材，比如与南瓜一同蒸煮，就可以做出一锅美味可口的南瓜饭。南瓜饭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等对于人类非常有好处的营养元素，其中含有的果胶还可以降低人体对于糖类的吸收速度，所以这对于糖尿病者来说也是很适合食用的。如今市面上的很多炒饭也是层出不穷，无论是扬州炒饭还是石锅拌饭，都处处离不开米饭的身影，而在制作上也不断有着各种各样的创新，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对于美食的热爱与追求。米饭虽然好吃，但是也有很多的方面需要注意的，比如在进行食用米饭的时候，尽量要减少油脂的加入，因为油脂中含有大量的热量，这些热量对于人体血脂是有害的，如果血脂不断的升高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患有心血管疾病。其中多盐多油的炒饭更是不适合中老年人进行食用的，其中的油脂对于一些血压高、血脂高的老年人而言是很多疾病的诱发因素，所以如果可以不吃的话，尽量避免老年人进行食用。所以隔夜的米饭做好储存条件，第二天也是可以吃的。网传的2次加热会致癌的说法并不靠谱。不过建议吃任何隔夜食物都要充分加热，当然平时最好避免一次性做太多，能不剩食物最好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